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啊，你总会发现有些故事好像总在重复上演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场官司啊，就让很多老玩家觉得，哎，这一幕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当游戏巨头暴雪娱乐最近把一个特别火的粉丝服务器给告了的时候，好多老玩家心里一下子就咯噔一下，感觉这不就是昨日重现吗？为了把这事彻底搞明白，咱们今天就来捋一捋。先看看这场官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然后咱们再深入了解一下处在风口浪尖的乌龟服。接着咱们穿越回过去，看看那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。最后呢，把这些线索都串起来，看看这对整个玩家圈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好，咱们就先从这事儿的导火索说起。就在2025年8月底，游戏圈一个大新闻，就是暴雪娱乐正式起诉了一个叫乌龟魔兽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乌龟服的运营团队。那么这个乌龟服到底是个啥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个粉丝服务器，也就是俗称的私服。一群真心热爱这游戏的玩家，用游戏最原始的底子，自己动手搭了一个非官方的游戏世界。那暴雪告是什么呢？说白了就是你这个服务器从里到外用的代码、美术素材，还有那个 logo， 可全都是我们暴雪的知识产权，你这是侵权。但是啊，这个乌龟服它可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。要想理解为什么这事儿动静这么大，咱们就得先看看这个粉丝项目到底有多牛。它从2018年就开始了，玩的是最经典的那个香草时代的魔兽世界。但重点是，它不光是怀旧，还加了好多粉丝自己原创的新剧情、新内容。可以说，它走了一条和官方更新完全不同的路。而且它的人气高到吓人，在最高峰的时候，有超过44000名玩家同时在线。你想想一下，一个纯靠爱发电的非官方项目能有这么大的社区，这简直太夸张了。这么大的动静，暴雪那边自然是坐不住了。他们发言人就公开表示说，这个服务器的侵权规模和性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出手，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世界的地步了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为什么那么多老玩家都觉得眼熟呢？因为这整件事简直就是把差不多10年前一个著名的案子原封不动的又演了一遍。而那一次的主角是一个叫 Nostalrius 的服务器。咱们把时间倒回2016年啊，那时候的 Nostalrius 可以说是所有粉丝服务器里的王者。结果暴雪一纸律师函就把他给关了，这一下可就炸了锅了，整个玩家社区瞬间就爆发了。在后面好几年的持续压力下，暴雪最终才推出了官方的魔兽世界经典怀旧服。结果呢，火爆到服务器都得排队几小时。所以你看，这剧本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两个都是超级火爆的粉丝服务器，中间隔了快10年，最后都被同一家公司用同样的方式给关了。这就让很多人觉得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套路啊？咱把这两个服务器放一块儿比比看，这相似度简直了，都是满足了玩家对某个旧版本的热爱，都发展到了让官方无法忽视的规模，最后也都被法律大棒给砸了。但最关键的区别，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 Nostalrius 被关了之后发生的事。这就让社区里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关于暴雪策略的猜测。这个说法呢，听起来可能有点黑，但是你仔细一想，哎，还真挺有说服力的。有人甚至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。这套路啊，被玩家们总结成了4步。第一步，粉丝们因为热爱，自己动手做一个服务器。第二步，这个服务器火了，相当于没花1分钱就帮大公司测试出了这块市场到底有多大潜力。第三步，公司看市场成熟了，就以版权为理由把粉丝的项目给关了。最后一步，公司自己再推出一个官方的收费的产品，把这些已经被验证过的用户稳稳地收归自己囊中。好了，聊到这儿，咱们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了。这件事不仅仅是暴雪和乌龟服之间的恩怨，它对整个游戏圈，尤其是粉丝创作这个领域，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有几个点得拎出来。首先，从法律上讲，
暴雪保护自己的知识财权，这没毛病。但是呢，这次告乌龟服的时机和方式，跟当年对 Nostarius 的那个模式实在是太像了。这就让公司和他们最有热情、最有创造力的那批粉丝直接站到了对立面。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：粉丝的这些创作对公司来说，到底是一种危险，还是一笔宝贵的资产呢？最后，我也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一起思考一下。你觉得这种操作到底只是单纯的为了打击盗版、保护版权，还是说它其实是一种更精明的商业策略？先是利用社区的热情来免费验证市场，然后再把这些创意和用户一起收割掉呢？时代变了。